陆太太在电话那边静默了好一会儿，才问道：海玲现在已醒，脱离了危险，你什么时候回来？在医院里守了一夜，也累了，回来休息休息。妈，我不累，我能撑得住，你不用担心我。陆太太很想冲儿子发火，不过她忍住了，就她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挂断电话。陆东明在母亲挂断电话后，把手机揣回了裤兜里，重新回到病房里，依旧站在人群外面，静静地看着海玲。虽说海玲脱离了危险，但她还是很虚弱的。医生不让太多家属留在病房里打扰她休息。大家看过海玲后，不得已陆陆续续的离开。最后留在医院的依旧是战印夫妻俩以及陆东明。海玲重新入睡，现在她能睡得安稳一点了呢。她还活着，儿子安好，坏人落网，她彻底放心。彤彤，现在姐没事了，姐也在休息。你带着洋洋在那张床上休息一会儿吧。战印让海彤带着洋洋在旁边的家属床上休息。你昨晚也没有睡好呀，黑眼圈都有了。海彤抱着洋洋坐在床前看着姐姐，我不困，你困的话你去休息。战印无奈扭头看到好友，他拍了拍陆东明的肩膀，然后与陆东明一起走出病房。东明，你在这里守了一夜，也该回去休息了，别我姐还没有康复，你又倒下。陆东明说道，我也不想离开，始终不放心，等海玲能下床走路了，或许我才能放心的工作呢。战印抿抿嘴，不知道该怎么劝了。战印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苏南打过来的。他接听后，不知道苏南在电话里和他说了什么，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黑。陆东明听到他对苏南说道，查查是谁偷拍到的，把这热搜给我撤下来。说完，他挂了电话。怎么啦？陆东明关心地问道。战印扭头看看病房门口，确定海彤不会从里面出来。他低沉的道，苏南说我和彤彤前天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被狗仔队偷拍到，爆出来说彤彤不孕。我们夫妻俩去医院求医，却发生争执，最后我负气离开。这事被送上了管城娱乐新闻热搜，名次越来越靠前，有争热搜第一之嫌。那天他只是以为海彤怀孕了，带海彤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结果是海彤并没有怀孕。之后海彤提出要检查一下身体，担心夫妻俩身体有问题，才会结婚大半年还没有怀孕。他拒绝了。海彤就尝试着说服他，后来是他负气离开，夫妻俩闹得不愉快，海彤还跑去沈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更是跟着好友们回乡下看他投资项目的进展，才会不在海玲母子身边。海玲昨天出事后，海彤是接到电话后匆匆赶回来的。夫妻俩的一点小事都被狗仔队偷到了，还曝了出来，更上了热搜。这事若是让海彤看到，谁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自责，觉得是夫妻俩闹了矛盾，导致没有保护好姐姐。战印让苏南去处理，尽量瞒着海彤。不要让海彤知道，至少不要在这个时候知道。陆东明，你的身份摆在那里，但凡是与你有关的事，都容易被送上热搜。特别是你结婚后，大家更想吃你夫妻俩的大瓜。那些狗仔队无处不在，消息最是灵通的了，让他们去当私家侦探，绝对称职。陆东明颇为同情地安慰了战印一番。末了呢，他又关心地问道，你们夫妻俩没问题吧？他上下打量着战印，觉得战印的身板跟他有的一拼，笑了笑，你若是有问题，生不出宝宝来，那就有很多男人要去看医生了。我没问题，但我生不出宝宝来，就我只能配合着我老婆，让她生宝宝。陆东明笑，海彤若是他也没问题，他就是压力大，但我家里人没有给过他生娃的压力。他是战印想了想后，还是我带给他的压力。他就是嫁给了我，那不得不面对这种无形的压力。
战印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苏南，等苏南接电话后，他吩咐地道：苏南，帮我发一条澄清声明。我老婆还没有怀孕，是因为我想过两人世界，不想被宝宝打扰我夫妻俩的甜蜜，不着急要孩子。那天去医院是以为我老婆会意外怀上，检查后没有怀孕，我老婆跟我说想要孩子，但我还想和她过两人世界，因此才闹得有点不愉快啊。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替我谢谢外界所有人的关心。我夫妻俩的身体没有问题，好得很。我就是霸道，想独占海童，舍不得与别人分享它，哪怕那个别人是我们的宝宝，我也吃醋。苏南爽快地应了，我马上帮你发条澄清声明。那热搜的事还要追究吗？要。战印低冷地道，告诉那些人我的私事少管，他家里人都不管他的私事呢，那些娱记管什么管？再一次结束了与苏南的通话后，战印手机响了，这一次是商无痕打来的。战印，我刚看到热搜了，你有毛病呀？战印一脸黑线，听出这个死对头话里有着戏谑。如果商无痕不是海童的表哥，商无痕此刻绝对是哈哈大笑的。你才有毛病啊！战印黑着脸反驳着，我好得很呀。商无痕憋着笑，很大方地道，咱们都是男人，你就算有毛病跟我说一声，我也不会笑你的。哎，我认识几个专治男性不能生育的医生，要不要介绍给你？他老婆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战印这般关心过他，现在轮到他来关心战印的了。我好歹是你表哥吗？我是盼着你们夫妻俩好的，我也想早点升级当表舅。战印，虽然咱俩不对付，但我绝对是真心实意想帮你的。你是不是有毛病？这个时候可不能再瞒着，有病就得治呀。商无痕，我没病，我身体好得很。我家彤彤也没问题，我当然知道海童没问题。我表妹一看就是个身体好生养的人，她这么久还没有怀孕，肯定是你的毛病。商无痕护短，就是把问题推到战印身上，把自家表妹摘出来。战印恨不得顺着无线电波爬过去掐死商无痕。商无痕，我再说一遍，我没问题啊，我好得很，谢谢你的关心。说完，他摁断了电话。谁知道手机又响了起来。他以为又是商无痕，看也不看，接听后就怒道：商无痕，我说了，我没问题啊。战总，是我君冉。战印缓了缓脸色后，武少呀，是我海小姐怎么样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武少，谢谢你的关心。君冉说道：海小姐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战总刚刚说你没有问题。我认识神医先生的，若是有需要，下次看到他老人家时，我可以帮战总牵线，让神医先生帮你瞧瞧。他深呼吸，再深呼吸，才忍着没有冲君然发火啊。君武少，我没事，那是狗仔队胡编乱造。我夫妻俩都很好，结婚这么久没有要宝宝，那是我不想和别人分享我的老婆，哪怕那个别人是我们的宝宝。君然笑笑，我理解的，战总没事就好。老神医跟我们家颇有渊源，以后战总若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一声，我一定会帮忙牵线的，介绍你和神医认识。谢谢武少的关心。居然听出战印都要咬牙切齿了，极力控制着脾气，才没有冲他发火，识趣的挂了电话。那除了商无痕和君然打电话来关心战印之外，那些与战印颇有交情的老总们也陆陆续续的打电话来关心战印的身体，个个都说有认识的好医生，要介绍给战印认识，让战印去看医生，千万不要忌医。还说什么有些男人看着高大威猛，其实是有毛病的等等，可把战印气得半死。那偏偏大家都是关心他，他不好冲着老总们发脾气。最后因为接听了太多的电话，手机昨晚又没有充电，此刻没有电，自动关机了，战印的耳边才能清静下来。东明，你手机借给我用用先。
战印借了陆东明的手机打电话给司机，就让司机帮他送个充电器上楼。那之后把手机还给了陆东明。陆东明在一旁看着好友被众人电话关心，憋笑憋得难受。战印斜睨着他，没好气的道：“想笑就笑。他们说别看有些男人瞧着牛高马大，其实是不能生的。东明，你瞧着也是牛高马大，你行不行呀？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医生，还给我很多偏方，要不要也给你介绍介绍医生？”陆东明呵呵的笑，边笑边说道：“战印，我先谢谢你的好意啊，我怕啥？我有洋洋了，别说我也没有问题，就算我有问题，有洋洋就够了。我特喜欢洋洋。”这家伙看清了自己的心，还没有行动起来，就先把洋洋纳入他翅膀底下护着了，把洋洋当成自家崽了。高跟鞋的脚步声响起，那两个人本能的看了看，发现是陆太太。见到母亲啊，陆东明蹙了蹙眉，总觉得母亲来医院不是好事啊。陆太太看到两位大总裁在病房门口站着，径直走过来。伯母，战印客气地打着招呼。那陆太太温和地笑了笑，回应了战印的问好。然后她看战印的眼神让战印浑身不自在。她知道陆太太这样看她的意思，那热搜就算她让苏南马上帮忙撤下来，但是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人大概都看到了吧，说不定还有很多人截图了呢。陆太太这样关心地看着他，不用问准是看到了热搜的。那些该死的狗仔队，一点小事情也要曝出来啊。以前他的私事未经他允许，那些娱记是不敢爆料的，现在是不是看他结婚了，有了软肋，觉得曝出来天塌下来了，娱记们向海童求情就能逃过一劫啊。战印，你陆伯伯认识几个不错的医生，你需要？谢谢伯母，我不需要，那是胡编乱造的。我夫妻俩身体很好，我们是不想太快生孩子，破坏两人世界。那天去医院，是我以为彤彤意外怀孕，带她去检查的，后来是闹了点不愉快，彤彤想要孩子，我不想要就闹了的，并不是报道的那样。陆太太点头，原来如此，我就说嘛，看你们夫妻俩都是生龙活虎的，不可能有毛病，若有毛病，商太太早就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了。商太太很看重两个外甥女的，特别是海童嫁入了首富战家，那若是海童真不能生，商太太估计比谁都着急。那陆太太又看向自家小儿子，倒是没有说什么。她问战印，海玲在里面？那我能进去看看她吗？战印点头。就他带着陆太太进去。海童听到有人来了，扭头看，见战印带着陆太太进来，他起身啊。陆太太，海童，我来看看你姐，她怎么样了？陆太太温和而关心地问着。海童就错开了身子，让陆太太能看到睡着的姐姐。这陆太太近前看到海玲脸色白如纸，手臂上也缠着纱布，知道海玲手臂上是受了刀伤的。再看洋洋，小家伙完好无损，这就是母爱啊。陆太太关心地问了海玲母子俩的情况。好一会儿后，她话锋一转，对海童说道：海童，你夫妻俩在这里照顾着你姐，不需要东明就再留下来帮忙吧。我看他憔悴得很，想带他回家休息休息，就作为朋友，他也帮得够多的了。妈，陆东明就是觉得母亲过来准没好事。原来是要亲自把他带回家。海童连忙说道：陆太太，我们劝过陆总回去休息的，我姐这里有我夫妻俩守着就行，我大姨和小飞下午也会过来替换一下。我很感激陆总的帮忙，改天我姐伤好出院了，我必定背上厚礼登门重谢陆总的。陆太太温声说道：朋友之间能帮就帮，东明和战印是铁哥们，他又是个讲义气的人，岂有做事不理的，就是我当妈的看着他这副样子心疼了点。那行，你们也要注意休息，我先带东明回去。
陆太太都来了，还说了这样的话，陆东明都不好再留下来。海童亲自送着陆太太出病房，他站在病房门口，目送着陆太太母子俩远去。良久，他叹口气，与战印一起转身回到病房里，看着昏睡中的姐姐，他忧心忡忡。战印揽住他的肩膀，低声安慰：“彤彤，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不用过于担心的，只要陆东明看清了自己的心。”战印相信陆东明一定能说服家中父母，同意他和海玲在一起的。况且姐对东明没那份心思，东明喜欢姐是东明的事，姐未必会接受他。咱们先看看吧。海童靠在他的肩膀上，轻声说道：“撇开陆总的身份地位，他是个不错的男人。若是我姐想再嫁，我是很赞成我姐和陆总在一起的。不图陆总的身份地位，是图陆总的那份担当。陆东明和周红林不是一类人。你说的也对，现在说这些都还早着。我姐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再嫁，现在她只希望姐姐快点好起来。感情上的事嘛，不着急也急不来。却说陆太太把小儿子带出医院后，不让陆东明自己开车，母子俩是一起坐着同一辆车回家的。陆东明的车子则让保镖开着。路上呢，陆太太的脸就阴阴沉沉的，她瞪着身边的小儿子，见着陆东明神色自若，就仿若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陆太太就来气，忍不住一巴掌呼过去，拍打在陆东明的手臂上。陆东明被母亲呼了一巴掌，他错愕地看着母亲，不解地问道：“妈，你打我干嘛呀？”“哎，我手臂上有大蚊子，你帮我拍蚊子。”“你说你什么眼光呀？咱们圈子里多少名媛千金啊，你都看不上，看上海玲那个离婚女人。别说她离婚带个孩子，就算她未婚，我都不能接受她成为我的儿媳妇。她最担心的事情终究是发生了，那问题还是出在自家儿子身上。海玲呢，对东明是没有非分之想的。陆太太很生气，很想骂人，很想对海玲做点什么。可是这件事怪不得海玲呀，她在傲，也还有理性，也讲道理的。问题出在儿子身上，她只能冲着儿子发脾气。她要是去找海玲，说不定海玲还会拜托她管好她儿子呢。陆东明说道：“我觉得我眼光挺好的呀，海玲很好，我就看上她了。不行，离婚带个孩子怎么了？我就喜欢洋洋这个孩子，最先，我是冲着洋洋去的。那孩子长得真好呀，又聪明，像我。”话没完，又挨了他老娘一巴掌。哎，就陆太太骂他，你脸呢？你要脸不？那人家洋洋是姓周的，周洋，还像你，不要脸，像你。他若是真像你，是你的血脉，妈就算再不喜欢海玲，看在孙子的份上，都会捏着鼻子认了。但洋洋是你的种吗？陆东明嘀咕着，我是说洋洋的聪明劲儿像我，又不是说洋洋是我的种。我倒希望洋洋是我的种啊，可惜他不是。不过无妨，我给他当后爸也是一样的，后爸也是爸，我对他好，他会接受我当他爸爸的。那陆太太被他气得半死，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就想着让洋洋叫他做爸爸了。当周红林是死的啊。陆东明，我跟你说，我不接受海玲，我不允许你和海玲在一起。她离过婚，生过孩子，她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适合你的人是茵茵这种女强人兼名门千金，不说我们陆家门庭，仅是你自己的成就，你不觉得海玲配不上你吗？你是陆氏集团的大总裁，她只是小小早餐店的老板，租的店铺还是你的呢。你们俩有着云泥之别啊！不是妈瞧不起海玲，而是事实。东明，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你和海玲不适合的。趁早死了那条心，好好的和茵茵交往。在孔家的宴会上，你和茵茵不是聊得很欢吗？你们一起跳舞的时候，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陆东明脱离家族，不被家族管着，
在婚姻大事上，自然也是全凭自己喜好，不想受家族、受父母的约束。他坚定地说道：“妈，我的婚姻，我做主，是我要娶老婆过日子，不是妈。我觉得海玲很适合，我就适合我。我不觉得她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她。我又老又丑，除了钱比她多一点，我哪一点比她好了？她就算离过婚，都比我年轻好几岁。她现在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美得很。我呢，满脸横肉，还有刀疤，半夜不用化妆出门，能吓哭孩子。又快40岁的人了，我还配不上她呢。”陆太太伸手就捏她的脸，满脸横肉。你横肉在哪里？你就算破了相，也是个帅哥。你以为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妈就同意你们俩了？做梦吧！我的事干嘛需要妈同意？妈喜欢海玲，能接受她。我和海玲婚后，可以经常带着洋洋回家看看你，陪陪你。你若是不喜欢，我名下多的是房子，我一家3口能把小日子过得美美满满的，不会影响到妈的心情啦。陆东明独立惯了，他是觉得他喜欢海玲是他自己的事，他以后若是能娶到海玲，也是他的事，不需要父母插手插脚的。父母接受，那他就常带老婆回家陪陪老人家。不接受就他自己回去吧，不会带着妻儿回去受父母的白眼的。总之啊，他的婚姻他做主，况且人家海玲还不喜欢我呢。妈，你看看你的儿子，连海玲都不喜欢我，你还好意思嫌弃海玲吗？你该嫌弃的是你儿子。若是海玲肯接受我，嫁给我，让我结束当和尚的日子，你该对海玲感激涕零。你总算能把你滞销的小儿子推销出去了，你还该给海玲很多很多的钱作为报酬，防止海玲退货给你。他瞪着儿子，数次张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气死他了呀。这个儿子真的能把他气得吐血。妈，我对于茵茵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不爱于茵茵，我就不会勉强自己去和他一起。妈还是跟于茵茵说清楚，别耽误了人家。陆太太瞪着他好半晌，挤出话来，你想让妈同意你和海玲在一起，除非天下红雨。哇，母猪上树。陆东明也不管母亲的态度有多坚决，他笑着对母亲说道：妈，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儿子能不能拿下海玲吧。那海玲在婚姻里吃过亏，对情没有了憧憬之心，是不好追的。陆太太气道：你还真要去追求她？妈，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心思，这一次海玲受伤，知道她受伤后，我很害怕，心好痛。我虽然性子粗，没有苏南那么细心，却也不傻。我明白，这就是在乎，这就是我在乎海玲，我喜欢她。既然喜欢了，总要去追求的，难不成一直暗恋着，坐等她主动上门嫁给我啊？哇，那有这么好的事？陆太太一巴掌呼过去，警告地道：陆东明，我正是警告你，不准你去追求海玲，否则别怪妈做出什么事来。经历了风雨的情更能长久，妈有什么不满的都可以冲着我来，不要去找海玲。你要是伤害了海玲，陆家与战家的关系也就完了，还有与商家的关系也会跌入冰谷。妈，你好好想想，咱们管城最顶尖的2大豪门都被你得罪透了，对咱们陆家损失有多大？况且你的阻拦也不能让我死心，我不会听妈的安排，妈也不要想着掌控我。他气的那除了干瞪眼啊，还是只能干瞪眼。这个儿子是很独立，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他的独立在父母的眼里就是不听话，主见太强，不听劝，他想做啥就做啥。那像以前啊，堂堂陆家4少爷居然去混江湖，如果不是他奶奶的死把他拉回来了，他现在估计混成了道上的大哥大。家族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活在家族的庇护之下，做什么生意都需要家族去拉一把，出点钱。陆东明却不要家族帮扶，他是靠着何占印的情。
借到创业的启动资金，一步步地站起来，最终成立了陆氏集团，更是凭着他的能力让陆氏集团越来越强大，成功挤上了管城的大集团行列，身家100亿。那陆氏集团甚至与陆氏家族企业没有半点生意往来，他与战氏集团是深度合作，也与不少外省外市的大集团有合作。总之，他就是不听父母的，不喜欢父母给他铺路。陆东明见母亲说不出话来了，便舒服地靠在车椅背上，闭上眼睛，对母亲说道：“妈，到家后叫醒我，我睡会儿。”那一夜未曾合眼，说不困那是假的，只是昨晚让他睡，他也睡不着，他担心海玲，他甚至想到那海玲要是醒不过来，他怎么办？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海玲的？陆东明回想起认识海玲的时间也有大半年了，他还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对那个胖胖的女人有意思了，可能是着他从个胖女人蜕变成如今的美人心动了吧。不管是什么时候喜欢的，他既喜欢了就要去追求。那他表白后，海玲会不会抄着锅铲把他赶出他的早餐店呀？那以后都不让他进去吃早餐啊？陆东明有点担心啊，他觉得他要想个好法子，让海玲一步步地跳进他的情大坑里，最后无法挣扎反抗，只能束手就擒。困死你也是活该，人家有妹妹，有大姨，有那么多人关心照顾着，用得着你在那里守一个通宵？你这是自找的。陆太太吐槽着儿子，陆东明浑不在意的道：“我是自找的，但我是第一个发现海玲醒来的人。到她醒来，到她被推出重症病房，比我谈下了几个亿的生意更让我开心。”陆东明在车上很快就睡着了。那陆太太找睡着的儿子，是又气又心疼又无奈。回到陆家后，他都舍不得叫醒儿子，但他可没有本事像小时候那样把儿子抱下车，就只能把儿子叫醒。东明，到家了，起来。陆东明被母亲推了几下才醒过来，睁开眼时还有点迷糊了母亲半晌，反应过来，他哦了一声，便自顾自地下车。于茵茵也是刚从外面回来，他开的车是陆太太借给他的。阿姨，东明。于茵茵下车，先是打着招呼，他对陆东明的称呼也从陆四哥改为直呼名字。在孔家宴会上，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他认为那是他和陆东明好的开始，便不再叫他四哥，因为他不想当他的妹妹。茵茵，去哪里回来？陆太太面对于茵茵总是满脸的笑容，她是真的很喜欢于茵茵，想让于茵茵成为自己的小儿媳妇。好闺蜜也有这个意愿，两家长辈都盼着呢。那陆太太就是不明白了呀。于茵茵各方面都比海玲强，为什么儿子就不喜欢于茵茵？都不知道儿子那是什么眼光，放着那么多名门千金不要，却要个离婚女人。他若是让海玲进了陆家大门，陆家会成为大家的笑话的，也是打脸了很多名门千金。我和3位嫂子去逛街了，买了不少东西回来，就于茵茵和陆家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陆东明的小侄儿都喜欢于茵茵，私底下问着他的妈妈，于茵茵是不是他的四婶？就于茵茵边说话呢，边从车上拿下他买的衣服、护肤品等东西，还招呼着陆东明：“东明，过来帮我拿一点，我给你买了好几套衣服。等会儿你喜不喜欢尺码应该合适的，我是问了阿姨的。”陆东明都走了几米远，听到于茵茵的叫喊声，陆太太上前去把她拉回来，推着她去给于茵茵拿东西。陆东明瞟了于茵茵买的东西，大包小包的，着实很多，我让人出来帮你拿。陆东明没有帮于茵茵，而是再次转身就走。他进屋去，很快就有佣人出来帮于茵茵拿东西。陆太太被小儿子这个举动气得脸都黑了，于茵茵虽有点尴尬，就倒是没说什么，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茵茵，你别管这小子说什么呀，做什么他就是个欠抽的。陆太太安慰着于茵茵：“阿姨，我没事。”
陆四哥不是叫人出来帮我拿东西了吗？他这样安排已经很好了。意识到情况不对的于茵茵呢，那对陆东明的称呼又改回了陆四哥。那个臭小子气死我了，茵茵，你可得加把劲呀，把那个离婚女人比下去。于茵茵啄陆太太，陆太太让佣人把于茵茵买回来的东西都搬进屋里去，她则拉着于茵茵在自家院子里散步。她就边走就边叹气，阿姨，你有什么心事跟我说说，我能不能帮到你？别唉声叹气的，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撑着呢。陆太太拉着她的一边手，啄她道：茵茵，你是个能干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出的厅堂，入的厨房，还能在商界叱咤风云，那在阿姨眼里你是最理想的儿媳妇了。都不知道东明那小子的眼睛是怎么长的，他怎么就喜欢海玲了呢？我们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海玲不是受伤了吗？她昨晚在医院里守了一夜，现在才被我拉回来休息的。在回来的路上，她也承认了，她在乎海玲，喜欢海玲。茵茵，你可得争气啊！海玲什么都比不上你，你要把她打败。总之，阿姨只认你，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海玲嫁入我陆家的呀。于茵茵有点意外又不意外，她和陆太太早就分析过了，那陆太太还去试探过海玲，试探的结果呢是海玲并不喜欢陆东明。陆四哥向海玲表白了吗？于茵茵淡定地问着。没有，他也是海玲受伤了才倾自己的心。于茵茵笑了笑说道：阿姨，这是我们3个人的事，你让我们自己处理吧，我会努力的，能不能追到陆四哥我也不敢保证，我只能说我会尽力去追求我的幸福。阿姨，你不要在背后做什么小动作伤害海玲，我就算要赢也要赢得光明正大的。于茵茵跟陆太太相处了这么久，也了解陆太太，陆太太有点盛气凌人，瞧不起海玲，拿自家儿子没办法的时候，还真会去找海玲，从海玲那里下手。就于茵茵不是那种无法面对失败的人，她以前刚进自家公司的时候，是从基层做起的，也做过很多让她觉得自己很失败的事。面对失败一点都不可怕，失败过后能总结经验吗？下次改进总会有成功之时。因此，于茵茵能够面对自己追不到陆东明，输给海玲的结局，她要赢得光明正大，输也输得坦然。陆太太说道：茵茵，你这么好，东明怎么就不喜欢你呢？萝卜青菜各有所，每个人欣赏的不一样。我或许不是陆四哥喜欢的类型吧，或者是我来得太晚，让陆四哥先见到了海玲的好。于茵茵笑道：阿姨，你也不用愁眉苦脸的，陆四哥都快40岁的人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我会努力的，但阿姨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反正我尽力就好了。陆太太更是舍不得呀，这么明事理的女孩子，自家儿子睁眼瞎不上，她要是再多一个儿子，准让另一个儿子娶了于茵茵。东明就是觉性子硬，不听劝。陆太太觉得小儿子完全不受他们管制。10几年前，陆东明创业的时候，他宁愿跟战印借钱，宁愿去银行贷款，都不愿意向家里开口。他就是完完全全不想依靠家族，不想被家族捏住命脉。以前他们卓儿子肯创业，觉得儿子懂事了，上进了，由着儿子折腾，现在儿子独立惯了，陆太太才知道过于强势的儿子，她这个当妈的是拿儿子一点办法也没有。于茵茵没有接话，她就欣赏陆东明，就是欣赏他这一点，他强，他也强，若是能结合，那便是强强联手。当然了，要是闹翻，那也会4个鱼死网破啊。或许就是他们都属于强势的一类人，陆东明才会喜欢温和一点的海玲。周家人又来了，战家保镖把他们挡在病房门口，不让他们直接进病房。听说海玲醒了，我们来她。周母陪着笑脸对战家保镖说道。海玲清醒过来后呢，
海童并没有告诉周红林，不过呢，抢孩子的是动静太多，牵扯太多，事发后就成了热点文，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了。那海玲受伤一事自然也被关注着。那在她脱离了危险，从重症病房里出来后，媒体便知晓，无数人被她的母感动，替她祈祷，盼着她脱离危险。知道她脱离了危险，媒体便报道了出来。故而周家人知道了，我们这大少奶奶说了，海小姐还需要静养，不宜吵闹，你们知道她脱离危险了就行，不必进去打扰海小姐静养。说话的是阿七。周红英嗓门大，他就说道，我们就是来海玲，就走，又不打扰她，你们让开，我们要进去。红英，周父瞪了女儿一眼，周红英声音变小了很多，她嘀咕着，我们也是关心海玲，又没有坏心眼，就她也不行吗？那这个时候病房门开了，海童呢站在他们的对面。海童，到海童，周红英连忙说道，海童，我们能你姐吗？你放心，我们就是不会吵着你姐的。海童的视线在周家人脸上一一掠过，最后他对周红英说道，你声音小一点。海玲在病房里早就听到了钱婆家人的声音，她想了想后跟妹妹说，让钱婆家人进来。她太了解钱婆家人的德性了，就不让他们进来一次，会天天过来烦着的。好好好，我会很小声很小声的。周红英连忙保证。海童这才转身往回走，战家保镖没有再阻拦周家人进入病房。海玲一家人除了周红林之外，都围到了海玲的病床前。谢天谢地，海玲，你终于醒了。周红英母女俩不停地谢天谢地，谢谢你们来我呀。海玲轻轻地说了句，这是应该的呀，应该的。周红英边说着边掏出了一个大红包，把大红包放到海玲的头侧，对海玲说道，海玲，这是姐的一点心意，给你买营养吃的。脸色这么苍白，可得好好的补回身子。海玲两手还动弹不得，无法拿起大红包还给周红英，她是一妹妹帮她聚了。海童拿起红包塞回给周红英，我姐不需要你的钱啦，